孙晨阳，你可以出狱了，以后好好做人，不要进来。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跟你没关系。站住！孙晨阳，我百忙之中来接你出狱，你还要怎样？别闹脾气了，赶紧上车，爸妈还在家盼着你回去呢。盼着我回去？他们还记得我这个儿子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你是他们的亲儿子，不过是坐了3年牢而已，他们怎么可能忘记你？亲儿子？我算什么亲儿子？孙耀鹏才是他们的亲儿子吧？孙晨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3年前你无照驾驶出了车祸，导致吴哲涛残废失忆。为了脱罪，你甚至还诬陷给耀鹏。坐了3年牢，我以为你会改过自新，没想到你还是毫无悔意。爸妈，姐，你们相信我，干涉的人不是我，是耀鹏。你这个畜生，自己做错了事，还想冤枉你弟弟！没有你这样的儿子！我当初就不该回林家，亲生的又如何？他们何曾把我当做亲人？上车，回去我再好好管教你。孙大小姐，不劳你费心了。今后我与你们孙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瓜葛。孙晨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与孙家再无瓜葛。拿回我的东西后，我会离开孙家。孙晨阳，这3年来，爸妈每天为你茶饭不思，心神憔悴。你不想着好好报答他们，竟然还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孙大小姐，坐牢这3年来，除了王姐每个月来看过，你们孙家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吗？为我茶饭不思，心神憔悴，这种谎话说出来，你不心亏吗？你现在立刻上车，不要让我再说第2遍。陈阳，他们不去看你，也是不想影响你在里面改造啊。你不理解他们就算了，能不能别再闹了？回家吧。陈阳。王姐，谢谢你来接我。还跟我客气啊？下雨了，你也不知道躲躲。我没事儿，王姐，我们走吧。好。陈阳，我知道这3年你受委屈了，但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了任何人。我可以原谅你刚刚说的混账话，现在去换衣服，跟我去云城大酒店见爸妈。在他眼里，
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做个了断吧。我收拾完会过去的。林阳，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，连个窗户都没有？大小姐，大少爷要安排在哪个房间？让他去地下室那间杂货房，等他改掉身上这些坏毛病，再重新安排房间。自那以后，我就一直住在这里，没挪过地方。陈阳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王姐，我已经决定和孙家人断绝关系了。等我再回孤儿院，你还愿不愿意再收留我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好，我现在去跟孙家人做个了断，等我回来，一起回孤儿院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孙总、孙夫人，恭喜你们啊！孙家和吴家结亲，可谓是强强联合，今后更上一层楼，可要多多关照我们啊！好说好说啊！孙夫人，孙少爷和吴小姐什么时候登场啊？催过了，正在换衣服，估计待会儿就到了。估计他们来了。这是谁呀？穿得这么寒酸。孙志阳，我不是让你换身礼服再过来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穿成这样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可是耀鹏的订婚宴，在场的都是京城名流，你穿成这样，就是在丢我们孙家的脸。我知道了，你故意穿成这样，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孙家亏待你，对不对？孙晨阳，没想到你现在还是死性不改，竟会使一些见不得人的下作手段。看来我还是太纵容你了。现在立刻跟我回去换衣服，少在这丢人现眼。这一身已经是我最体面的衣服了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，你都花哪儿去了？孙大小姐，你们孙家何时给过我1分钱？打从你进孙家的第一刻开始，我每个月让管家给你转30万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少说也有1000多万了。孙大小姐，我一个卡里1分余额都没有的人，倒被你说成了千万富翁。孙大小姐还真是张口就来呀！孙晨阳，我已经给你留够了情面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不知好歹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当着大家的面，让大家看一看，到底是我们孙家亏待你，还是你在这谎话连篇。林管家，你每个月给少爷打多少钱？零用钱的话，少爷每个月是100万。听见没有？每个月。林管家，我问的是大少爷的零用钱。哦，我以为您问的是二少爷。大少爷的话，我从来没给他打过钱啊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你每个月给大少爷转30万的吗？您是交代过，可夫人说大少爷从小穷惯了，突然给他那么多钱，怕他膨胀，养成乱花钱的习惯，所以把他的零用钱全停了。大小姐，夫人没给您说过吗？天哪，堂堂孙家大少爷竟然1分零用钱都没有！大少爷1分钱没有，二少爷却每个月100万，这心也太偏了。
停掉你的零用钱也是为了你好。再说了，爸妈他们肯定给你钱了，少在这给我装穷。孙先生和孙夫人从来没给过我1分零用钱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他们。爸妈，他这才好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们给了，所以我就……我也以为你们给了。陈阳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要怪你。你说你没钱怎么不开口呢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么见外呢？就是，没钱你就说，我们还能不给吗？我开过口，可你们眼里只有孙耀鹏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。爸妈，能不能给我2000块？我想报个美术培训班。孙晨阳，你是不是嫉妒你弟弟学画画，故意在这给我们上眼药啊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行了，耀鹏有天赋，你有吗？一天天没正事干，就知道跟你弟弟争风吃醋。姐，我们老师说，以我的水平进美院肯定没问题的。耀鹏最乖了，来，等你考上了呀，姐姐给你买辆跑车。姐姐给你买辆跑车。请问孙大小姐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明明就没有学画画的天赋，还非要报什么美术培训班，这不存心给我们家添堵吗？你想把钱用在正途上，你觉得我们会不给吗？说到底，还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孙大小姐，什么叫有天赋？耀鹏以专业第32名的成绩被美院录取，这就叫天赋。32名叫有天赋，那么请问第1名叫什么？第1名，当然是天赋异禀了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参加的所有比赛都是第1名，我更是以专业第1名的成绩被美院录取。孙大小姐，这叫有天赋吗？就你能得第1名？孙大小姐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查一查。能进美院没什么，能以第1名的成绩进美院，那可真牛逼啊！陈阳，对不起，分开这么久，是妈对你不够了解，才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一定好好补偿你啊！孙夫人，我要的不是补偿，我要的是公道。陈阳，耀鹏他从小娇生惯养，他吃不了监狱的苦，但你就不一样了。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你吃得了苦，你替他去顶罪，出狱后我们一定好好报答你啊！孙晨阳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孙大小姐可能还不知道吧，孙夫人为了让自己的宝贝养子避免监狱之苦，她把行车记录仪藏了起来。她让我这个亲生儿子在法庭上蒙受不白之冤。你闭嘴！坐了3年牢，你还是毫无悔意，你真的是无可救药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说陈阳，是我们没有照顾好他。妈，他就是仗着你的愧疚，在这胡作非为。好了好了，北山，订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紧带着他下去换身礼服。不用了，我来是来通知你们的，我要跟孙家彻底断绝关系。
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走路怎么也不看着点呀？来，我扶你起来。哎，哥，你干嘛推我呀？孙晨阳，耀鹏好心扶你，你什么态度？立刻给耀鹏道歉！他故意踹倒我，你让我跟他道歉。哥，我怎么可能故意踹你呢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孙晨阳，耀鹏一回来你就针对他，你这个人的心怎么这么恶毒呢？孙大小姐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把错都归咎到我身上。耀鹏这么乖巧礼貌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可能撞你呢？你还有脸委屈上了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查查监控不就知道了吗？大家都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为了这些小事在争执。陈阳，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至于你这么小题大做吗？这叫小题大做吗？陈阳，你没事吧？你说呢？哥，对不起，刚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查一查监控就都知道了。陈阳，这么多人在那看着呢，别闹，快先处理一下你的伤口去。我去处理伤口，好让你把监控处理掉是吗？孙夫人，你又故技重施啊！孙晨阳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！你是大哥，就应该让着你弟弟，不就是腿摔伤了吗？没完没了了。今天是你弟弟的订婚宴，给他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他故意踹我，还要我给他道歉。好一个孙家，在孙家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是吗？陈阳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大哥，我们就希望你能起到个榜样的作用，让你……行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孙晨阳了，你少来这些话在这忽悠我，我嫌恶心。我跟你们孙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言尽于此，后会无期。陈阳，你等等。大哥，孙晨阳，我叫你聋了吗？孙大小姐，我跟你们孙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就不要再打扰我。就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儿，你至于闹成这样吗？一点小事儿。好了，陈阳，咱不闹了，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这伤口我自己会处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陈阳，陈阳，你没事吧？陈阳，大夫，麻烦你了。大小姐，您快看，他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大小姐，他小时候是不是受过很多伤啊？没有啊，他来我们家的时候还好好的。那这伤肯定是他进监狱之后留下的伤疤，我再帮他看看吧，看他有没有别的伤痕。他这3年在监狱里是怎么度过的？大小姐，他的脚趾，他的脚趾是被人剪断的。被人剪断的？谁会这么残忍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
能好吗？肯定没办法了，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。怪不得他心存怨恨，原来他在监狱里遭受了这么多痛苦，到底是谁对他下这么狠的毒手？那他刚刚摔倒，陈秘书，你去调一下这里的监控，看一下刚刚陈阳摔倒是怎么回事。好。我弟弟在你们监狱住了3年，他回来时候身体上没有一处好的地方，脚趾头还都被剪断了。他在你的监狱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孙总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查，一定给您个交代。陈阳，我们是对你有些疏忽，可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的错。当初要不是你无照驾驶，导致吴哲涛残废失忆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没理由怪到我们头上。孙总，确认过监控，是2少爷踹倒了陈阳少爷。李山，你还留着他在这里干什么？小宝。查到了，大少爷进监狱这3年里，遭受到其他囚犯的各种虐待，背后有人指使，而且这个人……你们把他叫醒，赶出去！住手！你们谁都不许碰陈阳！住手！你们谁都不许碰他！陈山，你这手干什么？爸，他是你儿子。哼！张林，你继续说。孙总，背后指使的人是2少爷未婚妻的父亲吴宗南。陈阳在监狱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孙总，您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啰嗦什么？赶紧说。是。陈阳少爷进监狱后，那些囚犯对他百般的刁难和殴打，拳打脚踢是小事儿，他们甚至不让少爷吃饭，还逼着他下跪磕头。夏天往他身上浇滚烫的热水，冬天往他身上泼冷水，导致把陈阳少爷给逼疯掉。后来，少爷因为各种伤病，前后后又住了几次医院。够了，别再说了。陈秘书，马上把刚刚给吴氏集团的20亿投资全部撤资，叫停和吴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。孙总，这样做的话，咱们孙氏集团也会损失惨重的。你不用管那么多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他吴宗南敢对我孙家人动手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还有，监狱里那些虐待过陈阳的混蛋，找到他们，我要让他们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大少爷，你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，我建议您现在就去医院做一下检查。大小姐，陈阳，你醒了？我没事。你要去哪儿？不要你管。陈阳，姐姐知道，这3年你受委屈了。我已经查到了，监狱里虐待你的那些人，都是受吴哲涛的父亲吴宗南指使的。我刚刚已经制裁了吴家，已经帮你报过仇了。
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了，跟我回去。报了仇，吴家也只不过是被误导的，真正带给我伤害的罪魁祸首是你们孙家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陈阳，孙大小姐，你我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陈阳，你爸的电话一定是问我什么时候送你回家。哎，老吴，哎呀，你放心，等订婚宴结束了，我就把雅慧送回去了。孙振民，你们孙氏集团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收回那20亿的投资，还叫停我们所有的合作项目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损失有多大？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裴山，你为什么收回对吴氏集团20亿投资？我们和吴氏集团合作了这么多年，耀鹏和雅慧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吴宗南对陈阳做了什么？他买通囚犯虐待陈阳，每天变着法儿的虐待他，拳打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。这群囚犯还丧心病狂的把他的脚趾剪断。陈阳他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好的地方。裴山，吴宗南这么做的确是过分了点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阳无证驾驶，导致他儿子残废失忆，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倒是你怎么因为这点事情就终止和吴家的合作？你这么做实在是太不理智了。陈阳怎么说也是我的弟弟，我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欺负什么都不管吗？就算你是要为他出气，也不能拿公司的利益开玩笑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的这个决定已经让公司损失超过5个亿，再这么下去只会是两败俱伤。我已经和吴宗南谈过了，这件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明天你带着陈阳去吴家，你跟他们说是被陈阳骗了，才导致了这场误会。你让他跪下，好好的给吴家道歉，吴家还会继续答应和我们合作的。裴山，你爸说的对，眼下要以公司的利益为主。至于陈阳那边，以后咱们想办法再弥补他就是了。好了，吴家的事以后再说。陈阳要离家出走，我得回去阻止他。那咱赶紧走吧。这个逆子，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今天是我进孙家的第1天，这位是我姐姐。我从小就幻想着有个关心我的姐姐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姐姐，我能跟你拍张合照吗？你没看见我正忙什么吗？能不能离我远点？我说了，没事干不要打扰我。对不起，姐姐。今天姐姐脚扭到了，我帮她擦药，她夸了我一句，我好开心啊。姐姐，你以后穿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能分心，不然很容易崴脚的。我已经习惯了。你这手法还挺好的，在哪儿学的？以前在孤儿院学的。那我以后再崴了，可就找你了。放心吧，以后尽管找我。陈阳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是姐姐忽略了你。大少爷呢？啊，大少爷在他自己的房间里。哎，大小姐，大少爷的房间在地下室。地下室？他的房间为什么会在地下室？啊，大小姐，大少爷的房间是您给安排的。我。大小姐，大少爷要安排在哪个房间？
让他去地下室那间杂货房，等他改掉身上这些坏毛病，再重新安排房间。陈阳，陈阳，你别走了。姐姐知道，之前很多事情上不够关心你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我们现在上楼，给你挑一个喜欢的房间。孙大小姐，我来孙家这么多年了，你现在才想起来给我换房间，你早干嘛去了？陈阳，不用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心跟孙家人断绝关系了。放心，我们走。哎呀，陈阳，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姐姐的。混账东西，居然打你姐姐！你畜生，你还敢还手啊！爸，是我自己把脚崴了，不关陈阳的事儿啊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过来扶你姐姐？扭到脚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而且是他自己扭到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啊！你姐姐的脚扭了，你不关心也就罢了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陈阳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可是你姐的脚现在受伤了，别闹了啊！快，给你姐道歉。陈阳，之前每次我脚受伤，都是你帮我按摩，很快就能恢复。你再帮姐姐按一次好不好？原来在你眼里，我也有做对的时候。不过很遗憾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不想再跟你们孙家人有何关系，我也再不会为你们做任何事了。你这个畜生啊！我们没有嫌弃你是个劳改犯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胡搅蛮缠。这个家原来没有你，大家都过得好好的，你一回来就给我们甩脸子看，还把这个家搞得天翻地覆的。好啊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家门，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，我孙振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你一定要说话算话。哎，陈阳，陈阳，滚，滚得远远的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陈阳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陈阳在监狱里边受了3年的委屈，你干嘛还对他这么凶啊？不就是受点委屈吗？啊，一回来就给我们撒脾气啊！依我看呢，这3年的牢他就没待够，一个人多关他几年，好好治治他身上的臭毛病。孩子不懂事才可以慢慢教嘛！你把人赶走了，咱们给吴家怎么交代？行了，陈阳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们却还想着让他去给吴家道歉，他是你们亲生的吗？陈秘书，帮我查一下之前陈阳住的孤儿院在哪。还是这儿舒服。陈阳哥，青青，3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陈阳哥，欢迎你回家。青青，你这手艺都快赶上王姐了。你这话要是让王姐听到，她可要不开心了。
陈阳哥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像我这种劳改犯，没有人会要我。思来想去，只能自己创业了。可你有钱创业吗？我在牢里认识了一个投资大佬，他教会了我投资。我打算先通过投资攒够第一桶金，然后再自己创业。陈阳哥，我这儿呢，有我之前勤工俭学和打工赚下的所有钱，你拿去吧。那我就当你入股了，以后你就等着数钱吧。嗯。我还从来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。陈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，来，快试试。有事说事，别整这些有的没的。陈阳，你是孙家大少爷，你怎么能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？孙大小姐，这比我住在孙家的地方好多了。而且住的地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我在这里很开心。孙晨阳，你有父母有姐姐，你怎么能跟这些没父没母的孤儿住在一起呢？孙大小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你要是再敢对我的家人出言不逊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有，我跟孙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请你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对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。不许走，陈阳哥哥带你们捉迷藏。陈阳，我觉得你跟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，我们把这个误会解开，不就好了吗？我跟你们没有误会，孙家人的嘴脸我已经看清楚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对了，麻烦你把这块断亲书交给孙志明跟何宁，好走不送。孙总，要不要我让保镖把他抓回来？绑得住他的人，绑得住他的心吗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那个逆子回来了，让他在院子里面跪着，跪不足1天，不许起来。他这次要是不好好反省，我绝不原谅他。爸，陈阳他没回来。什么？没回来？哼！哎呀，这小子蹲了3年大牢，翅膀硬了啊！哼，说到底他就是个劳改犯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硬撑多久。爸，他毕竟是你儿子，能不能盼着对他好？你以为我不想对他好啊？啊！你去看看他干的那些个事儿，丢尽了我孙家的颜面。他要是能有药棚1半懂事儿，我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妈，你实话跟我说，3年前的那场车祸，开车的人是不是药棚？啊，你弟他那么懂事，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儿呢？也是，我从小看着药棚长大，他这么乖，肯定做不出来这种事儿的。爸妈，不好了，刚刚吴家取消了和雅慧的婚约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刚刚雅慧给我打电话，说咱们孙家单方面取消了合作，也没让大哥去赔礼道歉。吴家很生气，所以取消了和雅慧的婚约。哎呀，佩珊，这事儿你办得糊涂啊！本来咱们跟吴家两家合作的好好的啊，耀鹏再跟雅慧结婚，两家强强联手，咱们孙家的将来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啊！哎呀，你为了那个逆子啊，和吴家闹翻，你这是得不偿失啊！你这，爸，你没看到他们吴家是怎么折磨陈阳的吗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！那不然我们怎么办？和吴家斗得两败俱伤吗？他吴宗南做的是有些过分，不过这一切都是陈阳他自己做的孽。要不是他无照驾驶，导致吴哲涛残疾失忆，人家会这么对待他吗？啊！说句难听的话，这都是他自己活该。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儿子？佩珊，你爸虽然话说的难听点儿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这件事儿你也不能全怪吴家，那陈阳他也有错啊。就算你对吴家不满，你也不能拿孙家的利益去赌气呀。再者，那你弟和雅慧怎么办呢？啊，难不成你想眼睁睁的看着他俩分开呀？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雅慧，我不能没有她，你帮帮我吧，求你了。这样，我亲自去吴家道歉，希望他们能改变心意吧。哎呀，你道歉没用，他们要的是让陈阳去道歉。可是陈阳不会答应的。陈阳他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们就想办法。咱们有什么办法？他最在乎的不是孤儿院吗？你想办法在孤儿院上做文章。怎么能这样呢？陈阳已经在怨恨我们了，再这样他会更恨我们的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。等他回来后啊，咱们再想办法好好弥补他。姐，我不想失去雅慧。姐，好，我去说服陈阳，去给吴家道歉。青青，短短几天，我们的收益就超过了10万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攒够第一桶金。到时候咱们就创立一个投资公司，投资各种项目，然后做点收钱就好。陈阳哥，你真厉害！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？啊，陈阳，孙家大小姐又来找你了。我去看看。孙大小姐，难道我还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跟你们孙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你老往我们孤儿院跑什么？孙晨阳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我心意已决，你回去吧。我已经把这所孤儿院的房子买下来了，你要是执意不跟我回去，他们2个人都会从这里被赶出去。你堂堂孙家大小姐，连这么无耻的事都做得出来，连脸都不要了吗？我也不愿意这样，是你逼我的。陈阳哥，你不要跟他回去，就算被赶出去，我们也不会向他低头的。对，只要你不想走，没有人可以把你带走。我不能让他们无家可归，流落街头。等投资的钱赚够了，我自己买房子把大家接过去，不再受孙家胁迫。王姐，青青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跟你回去。我想不明白，他们这么不待见我，你为何还要把我带回孙家？我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孙家着想，
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，我们一家人当然要整整齐齐的。那你觉得靠威胁换来的虚假和睦能撑多久？陈阳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们置气了？我们其实是很关心你的，只不过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，你也得给我们时间适应才对呀。这次你离家出走，爸妈他们特别难过。你跟我回去，我们肯定会好好补偿你的呀。难过？他们会吗？哎呦，3点啊！哎呦，老爷好手气。陈阳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这父子哪有隔夜仇呀？你爸说了你2句，你还真往心里去了。以后不允许再离家出走啊！你们在的这些天，我和你爸都没睡好觉。是吗？我看你们玩的挺开心的，一点都不担心我呀。哎，哥，你误会爸妈了，是我看他们一直担心，所以替打麻将转换一下心情。陈阳，你等一下，你爸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我们孙家因为你和吴家产生点误会，明天和你姐姐一起去一趟吴家，给人家吴家好好道个歉，务必让吴家重新跟我们合作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你姐姐因为你单方面取消了和吴家的合作，导致双方损失惨重。吴家对于此事非常不满，取消了耀鹏和雅慧的婚约。这件事因你而起，应该让你亲自去道歉。吴家买通囚犯对我百般折磨，你们让我给他们道歉啊？你不是替我报仇了吗？看来只是误会啊。这件事情是我一时冲动没有处理好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到公司的利益。好一个公私分明啊！既然是你做错了，你自己去道歉啊，为什么要我去？吴家要你亲自去道歉。我知道了，孙大小姐一时冲动替我报仇，可是又觉得代价太大了，仔细想想不值得，所以逼我去给吴家道歉是吗？我说为什么非逼着我回来呢？原来是你们孙家的利益，什么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，都是借口。孙晨阳，你别忘了你也是孙家的人，为了孙家的利益牺牲一点怎么了？难不成还要让整个孙家因为你去跟吴家翻脸吗？我想你想多了，我从来没指望孙家为我做什么，同样的，我也不会为孙家做任何事。陈阳，你误会了，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孙家的利益，是耀鹏和雅慧，他们马上就要结婚，却硬生生的被拆散，于心不忍。孙大小姐，你对他们就于心不忍，对我就能狠下心是吗？陈阳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吴家一定要你去道歉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知道你委屈，这样，我们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啊。孙大小姐，你们之前就冤枉我，现在又让我替他去道歉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事。哥，这不单单是我和雅慧的事儿，这也关系到咱们整个孙家的利益呀！你不要再耍小性子了。这样，你去道歉，你要求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给我滚！少在这给我假惺惺的！够了！你少在这得寸进尺。今天这个吴家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你要是敢反抗，
我立马让人收回孤儿院的房子。孙大小姐，我会记得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的。你怎么带他来了？雅慧啊，吴叔叔呢？我今天呢是特意带陈阳来道歉的。我爸正在书房和别人打电话，我先去叫他。请问卫生间在哪？啊，在那边。谢谢。舌头，我是陈阳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你是陈阳？对，我是陈阳，你还想些什么了？对，我是陈阳，你还想些什么了？孙晨阳，要对我哥做什么？你哥刚刚记起我了，你快问他，3年前导致车祸的是不是孙亚鹏？孙晨阳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污蔑耀鹏，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渣！吴雅慧，3年前我说开车的是耀鹏，你可以说我是撒谎逃避责任，可这3年牢我已经坐了，我现在说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只是想还我一个清白。老板，我给你结一下钱。啊，你收好，实业兴隆。哥，陈阳，老板少收我们100，今天我们赚了。小孩，这怎么行？老板老老实实做生意，我们不能占他便宜。要不然我就把钱给上。哥，是不是傻呀？他就这样，不过我就喜欢他的长劲儿。我回来了。你真的是被冤枉的。陈阳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哲涛刚刚想起以前的事儿了。哲涛，你想起来了？孙晨阳，哲涛根本就没有恢复记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刚刚真的想起来了，我再问问他啊。孙晨阳，你今天是来道歉的，不要再给我惹事儿了，听见了没有？没有惹事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够了，你再闹下去，我现在就叫人回收孤儿院的房子。吴叔叔，陈阳我给您带来了，您想怎么处置随便您。希望您消了气之后，我们2家的合作还能够继续，耀鹏跟雅慧的婚礼呢还能如期举行。孙晨阳，你以为你坐了几年牢就能抵消对泽涛的伤害吗？孙总，是孙晨阳导致了泽涛的双腿残疾，我现在要打断他一条腿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孙大小姐，你真是我的好姐姐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来人，打断这家伙的腿！打！住手！爸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已经坐了3年牢了，这辈子也算毁了，要不算了吧。吴叔叔，这些年你让人在监狱里折磨陈阳，已经把他折磨得够惨了，您能不能就不要跟他计较了？
我是什么时候折磨他了？监狱里那些囚犯，难道不是您的授意？荒谬！我吴宗南是什么身份？我给儿子报仇只会光明正大动手，我会做这种事吗？吴叔叔应该没有必要撒谎。如果不是他做的，那会是谁做的？谢谢你，孙晨阳，别以为我是在帮你。我哥一天不恢复记忆，你永远都是罪魁祸首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陈阳，今天的事情呢，是为了咱们孙家。以后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。从我进孙家的那天起，我就注定是孙耀鹏的牺牲品。这就是你说的良苦用心。孙晨阳，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你就不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吗？要不是你犯了错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说到底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好，都是我自找的。吴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可以让我回孤儿院了吗？不行，你是孙家的大少爷，你回孤儿院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孙家？行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有怨气，先回去。回去姐姐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好，谢谢叔叔啊。妈，姐，今天妈过生日，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妈之前说过喜欢和田白玉的色泽，我就托朋友买了一对。哎呦，丽珊，你说不就过个生日吗？你怎么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妈，生日快乐！陈阳，今天呢是你妈妈的生日，你姐姐和弟弟都送了生日礼物，你就没点表示吗？我的礼物，孙夫人稀罕吗？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放哪儿了？哎呀，耀鹏，你送给妈的这条珍珠翡翠项链，妈可真是太喜欢了，你可真孝顺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条丝巾我帮您收到卧室吧。不用，这种便宜货带出去丢人，扔。是。孙夫人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花了半年时间打了2份工，花了我所有积攒的积蓄才买的那条围巾，却被你嫌便宜丢掉了，我哪还敢再自讨没趣呀？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啊！我们孙家是高门大户，你妈妈的吃穿用度那都是最好的，你自己送的东西垃圾，怎么还怪你妈妈嫌弃？孙先生，你们孙家礼物门槛太高，我高攀不起，行了吧？站住！孙晨阳，你就算是没有礼物，最起码也应该送出祝福吧？祝福？我来孙家这么多年，你们有谁记得过我生日？谁给过我祝福？你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生日啊？真是的，不可理喻。别人不知道，你们当父母的也不知道吗？我懂了，我在你们孙家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你们孙女，我不奉陪了。你看看啊，说他2句就给我顶嘴，不知道是谁惯的。你也别老说。陈秘书，我今天问了吴宗南，他说他没有指使囚犯对陈阳下手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什么蹊跷，你再帮我查一下。
是，孙总。对了，再帮我准备一份礼物，我要送给陈阳。王姐，找我有事儿。陈阳，姐姐明天早上去买只老母鸡，炖好了送过去，让你好好补一补。王姐，不用这么麻烦。跟姐姐还这么客气。好，谢谢姐。您先坐一下，我去叫大少爷。好的，麻烦了。你找谁啊？我找陈阳，我是他孤儿院的姐姐，我给他来送鸡汤呢。我看看。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把它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去！王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把我给你送的鸡汤全部都给倒掉了。你个贱女人，你敢弄伤本少爷，真该死呀你！敢碰王姐，我弄死你！陈阳，你别冲动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姐，爸妈，我哥他打我啊！你没受伤吧？这手怎么了呀？孙晨阳，你作为哥哥，怎么可以打弟弟？马上跪下来，给你弟弟道歉！问都不问就让我给他道歉，你们可真不分青红皂白啊！陈阳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打弟弟就是不对，马上给你弟弟道歉，听到没有？要道歉，也是他先给王姐道歉。姚鹏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这个女人说来给大哥送鸡汤，我就想检查检查这鸡汤有没有问题，结果她心虚不让我检查，拉扯之下鸡汤就倒进了水池里。哥哥一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我了一巴掌，手也受伤了。畜生！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这样的，他故意把鸡汤倒掉的。他手上的伤是刚刚推我的时候自己摔伤的，跟陈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今天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谁是你老子。我让你欺负你弟弟，我让你母尊长，我让尊长，他可是你亲儿子呀，他身上还有那么多的伤，你怎么能忍心下得去手啊？你给我滚！不行，我教训我儿子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废话。姚鹏，他刚才用哪个手打你的？右手。好，我今天就把他的右手打断，来给你出这口恶气。爸，别冲动。王姐，王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这贱女人，给我滚一边去啊！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！当我不是人，你当我姐，我绝对不忍！你这个打你老子，你像翻了天了你！孙晨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，打你自己的亲生父亲！现在立马跪下，给你爸道歉！我是王姐带大的，没有她我早就死了。她才是我的亲姐姐，她比你们每个人都要好，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害她。孙晨阳，我们才是你的家人，你怎么能当着我们的面审这么个贱女人当家人？你的良心呢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当初就不该从孤儿院把你领出来。你们是我的家人，从小到大，你们尽过一天责任吗？爸妈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啊。你从小在医院被人报错，
那是他们没有办法呀，他们也是不愿意这样啊。当初没有机会，可后来呢？你们又做什么了？你们心里只有这个杨子，一点也没有我的位置。你们让我替他顶罪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骂我，让我成为他的牺牲品。如果就是这样的家人，那我的良心绝对不会给你们的。不是，哥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有什么气你冲我来，要打要骂都可以，但你不能怪爸妈呀，他们只是做了全天下父母都会做的事儿。滚开！少在我面前假惺惺的！从进门第一天起，你就千方百计的想把我赶出去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就是想独霸着家里的一切。孙晨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耀鹏呢？他从小这么心地善良的一个孩子，他怎么能做出来这种事儿呢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嫉妒你弟弟，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。哼，真正心思恶毒的人就是你自己。你们这么相信他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反正我在这个家里1秒钟也待不下去了。姐，我们走吧。陈阳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才是你的家人，是爸妈生下的你啊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跟这个贱女人一走了之呢？没错，你是我们生的，你的命就是我们的。好，我现在就把这条命还给你们。陈阳，哎，我见你们了，朝这儿捅！你疯了吧？你快把刀放下！捅我这一刀，我就再不会见你们的了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以为你这么做就可以还清我们对你的恩情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身上流了孙家人的血，你这辈子都欠我们的。孙家的血，我不稀罕。喊！陈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陈阳，血流干了，我就再也不是你们孙家的人了。陈阳哥，陈阳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陈阳，你忘了你在孙家割腕流了好多血，你本来就贫血，还失血过多，你在医院已经躺了1个星期了。陈阳哥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为了那样的人去伤害自己，值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也是你的家人，我们也会难过的。我当时太生气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傻事儿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咱们的投资收益怎么样了？陈阳哥，你猜我们这些天赚了多少钱？800多万！天哪，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金青，王姐，你们先拿出一部分钱去买一栋新房子，然后搬过去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我就再也不回孙家了。好，那我和王姐现在就去看房子。陈阳，我给你煲了粥，你等会儿饿了记得倒着自己喝啊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来。孙先生，你昏迷这些天，他们2个天天来看你，生怕你睡醒饿肚子。除了他们2个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来看？你送来的那天倒是有挺多人跟着来的，但是后面就只有他们2个来看过你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陈阳，你醒了。你来做什么？陈阳，你住院的这些天，我跟爸妈都很担心你。孙大小姐，省省吧。我已经问过护士了，这2天你们孙家人一个也没有来看过我，这就是担心。陈阳，是这样的，这2天耀鹏他感冒了，所以爸妈在身边守着。姐姐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所以没赶过来。但是我们都是非常担心你的呀。是吗？孙耀鹏一个感冒，他们就寸步不离。我怕是死了，他们也不见得会看一眼吧。孙大小姐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孙晨阳，你那天为了那个孤儿院的女人，又是动手打耀鹏，又是踢了爸。我们只不过是说了你几句，就开始要死要活的。要我说，你这事做的真是太过分了。孙大小姐，你又想怪罪我是吧？好意思，你想说我还不想听了，请你离开。你，孙晨阳，耀鹏他那么乖的一个孩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老是要针对他呢？咱们一家人就和和气气的不好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再闹脾气了？孙大小姐，你既然选择无条件相信孙耀鹏，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是一家人。不用再说了，走了。陈阳，你现在是个劳改犯，你在外面很难生存，你要替自己的未来好好考虑一下。陈阳哥，我们都搬好了，就等你过来庆祝乔迁之喜。知道了，我回一趟孙家就过去。耀鹏，你感冒才刚好，不能出去吹风。我们呀，出去给你求个平安符，很快就回来。爸妈姐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乱跑的。你们要路上小心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包落家里了，回家取一下。行，前面掉个头。哟，孙晨阳，你这是又要离家出走呀？哎呀，拜托你这次一定走远一点，别让他们找到了，免得在我面前碍眼啊！孙耀鹏，你今天怎么不装了？哎呀，今天爸妈和姐姐去寺庙帮我求了个平安符，家里面没人，我当然要放飞自我了啊！孙耀鹏，你别得意，他们迟早会看清你的真面目的。哎呀，看清什么真面目呀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，这个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他们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他们扫地出门。孙耀鹏，你别得意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看清你的真面目。看清楚要怎么样？你走了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。他们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他们扫地出门。孙耀鹏，他们这么偏爱你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本来我就不是他们亲生的，他们怎么想我才不在乎呢。你对我说这些，就不怕我告诉他们吗？好啊，你去说，一定要把今天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，你看他们会不会相信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他们不但不相信，
还会觉得你在刻意的抹黑我，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，而你是一个只会忤逆他们的孩子。孙小鹏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么丧尽天良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遭什么报应呀？哎，你忘了当年我无照驾驶出了车祸，我去找何英那个蠢女人，她二话不说就找你出来给我顶罪呀！啊，我遭报应了吗？没有啊！爸妈，姐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畜生！我真是看走了眼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头白眼狼？爸，你误会了，刚才你们听的那些话，我都是瞎说的。哎，上次大哥打了我，我心里有气，所以才故意说那些话气他。我说的都是气话呀，爸。气话？我看你说的是真心话吧？亏我把你当成亲儿子，你竟然爸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说的是气话，我求求你了，相信我好吗？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妈，我从小最乖最听话了，你一定会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为了你，我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去你弟顶罪，你居然说我是宠女，小鹏，太让我心寒。姐，你从小到大最疼我了，帮我说句话呀！你还知道我最疼你，那你是怎么做的？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无情无义。孙有朋，我真没想到，我竟然会错信你这个白眼狼！妈，我虽然是你们从小一手带大的，但我毕竟不是你们亲生孩子。你们一把大哥接回来，我害怕你们不要我，我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的。我这么做，我其实就是想赶走大哥，我不想让他抢走你们对我的宠爱。求你们原谅我这次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行了，别打了。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你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，我早都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儿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妈，你原谅我了。妈，你还要信他的鬼话，信到什么时候？裴山，耀鹏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说的那些气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妈，你还要袒护到他什么时候？你为了这样一个白眼狼陷害陈阳，他可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裴山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可是耀鹏他从小就娇生惯养，他吃不了监狱的苦。陈阳就不一样了，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他吃得了苦，一定能熬过监狱的日子。你看，陈阳现在不好好的吗？这事实证明，我这样做是对的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孙耀鹏犯的错，凭什么让陈阳来承担？你知不知道陈阳这3年在监狱里受了什么样的折磨？因为陈阳是大哥，他理所应当的多为弟弟应该承担一些。我知道他受了委屈，日后我们好好弥补他就是了。至于他受的折磨，那是吴家人干的，你怎么能怪到耀鹏的头上呢？裴山，你妈说的也对，你把陈阳在监狱里受的折磨加到耀鹏身上，这对他太不公平了。孙总，我已经查到了买通囚犯跟虐待大少爷的真正黑手。裴山，
这件事儿不是吴家干的吗？我之前问了吴宗南，他说不是他干的。我觉得有蹊跷，就让陈秘书调查一下。孙耀鹏，买通囚犯陷害陈阳的人，居然是你！裴山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耀鹏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这个畜生！你既然买通囚犯，虐待你哥哥，还陷害吴家，你的心怎么这么恶毒啊？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不是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干的呀！孙耀鹏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妈，姐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次是我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事儿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妈，你最疼我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行吗？他都已经替你去顶罪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伤害他？你心怎么这么狠毒？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没有以后了。陈秘书，报警抓人。陈秘书，报警。姐，不要报警，我不想坐牢。我要坐了牢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还知道你要坐牢，这辈子就完了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陈阳？姐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别叫我姐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。陈秘书，报警。是孙总。啊？要报警啊？要报警你就报吧。啊？当初他为了帮我脱罪，故意把行车记录仪藏起来了，还诬陷了孙晨阳。要报警你们就报，连他一起抓进去。混账！你妈是为了你才犯罪的，你现在还把她拉下水，你真是猪狗不如你！谁让你们报警抓我的？要死大家一起死！你不要报警，我不要坐牢！滚出去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！孙耀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和你断绝关系，你以后再也不是孙家的人，滚！你们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陈阳，之前是姐姐错怪你了，是姐姐不好，你原谅姐姐好不好？是啊，陈阳，我们都是被那个混蛋给骗了，你没有必要走的。陈阳，孙耀鹏已经被我们赶走了，再也不会被他给蒙蔽了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不会被他蒙蔽了，你就留下来吧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孙耀鹏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？我有错，我不应该轻信孙耀鹏的话，但是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犯相同的错。孙夫人，没有你的纵容，没有你的偏心，孙耀鹏敢对我这个亲生儿子如此肆无忌惮吗？还有你们，孙耀鹏被你们惯成这样，他对我造成的伤害你们都有份儿，而且不比孙耀鹏少。这样的家，我还留下来干嘛呢？陈阳，我们错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陈阳，我们就剩你一个儿子了，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对啊，陈阳，我们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之亲，你就这么狠心抛下我们离开吗？孙耀鹏走了，才想起我这个骨肉之亲了。可血浓于水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们的自私和虚伪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这样的亲情，不稀罕。陈阳，
都怪你！你为什么让陈阳替孙小鹏那个白二郎顶罪啊？现在好了，亲儿子没了。你不经常不服气，我早晚去打骂陈阳，这都怪我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你们现在吵，他能回来吗？陈阳恨死我了，他怎么可能肯回来？他现在看我们就像看仇人一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得把他求回来。你有办法？等他气消了，我们拿一些礼物去孤儿院找他。如果他不肯见我们，我们就再去找。一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血肉至亲。只要我们诚心诚意，他会原谅。对，裴山说的对，那骨头蛋还连着筋呢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他会原谅咱们的。唉，我就生这一个亲儿子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找他回来。陈阳哥，欢迎你回家。陈阳哥哥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去玩，姐姐和陈阳哥哥聊会儿天。那我出去张纸啊。走。不错，比以前地方大多了。这个地方你没透露给孙家人吗？放心，他们绝对找不到这儿的。以后终于可以摆脱孙家了。陈阳哥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们账户上还剩多少钱？买这栋房子花了500多万，还剩300多万。那再加上我们最近几天的盈利呢，我们一共有400多万。400万足够了。青青，明天我们就去注册一个投资公司，然后就可以大展拳脚了，一飞冲天。好，我们一飞冲天。裴山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里怎么没有人呢？不可能啊！我来过2次了，就是这儿。我们先进去看看。有人吗？裴山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！陈秘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孙总，我帮你问问。孙总，管理房子的人说，福利院的人前段时间全都搬走了。搬走了？搬哪儿去了？没说搬去哪儿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听号，目前等候在拨。陈阳把他的手机号注销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找，我们一定要把陈阳找到。陈秘书，陈阳找到了吗？孙总，没有大少爷的消息。裴山，陈阳有意躲着咱们，咱们压根就找不到他。我看还是先等一等吧。陈阳他一个劳改犯，想找工作确实不容易。等他撑不下去了，说不定就回来了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让开！爸妈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，给我滚出去！爸，你先听我说完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妈。算了，先听听他说什么吧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爸妈，这段时间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不求你们原谅，我只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爸妈，你们已经对孙晨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，再怎么低头，他也不会原谅你们了。我不一样呀，我是你们一手带大的，20几年的感情
不可能说断就断。而且我马上就要跟吴雅慧结婚了，到时候能帮咱们孙家更上一层楼啊！如果你们现在把我赶出去了，会给孙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的。爸妈，求求你们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爸，之前我生日，您不是送了我5%的股份吗？我愿意把那5%的股份还给您，以表我的悔意。姐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我让他留下的。爸，你疯了吗？他就是一只白眼狼，你把他留在家，不就相当于养虎为患吗？佩珊，你弟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已经诚心诚意给我们认错道歉了，咱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爸妈，你们2个人是被这个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吗？他的话你们怎么还能相信呢？佩珊，耀鹏把我之前送给他的股份都还回来了，就冲他这份诚意，我们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他之前对陈阳做的那些事儿呢？你们都忘了吗？你们把他留下来，陈阳怎么办？陈阳，现在的陈阳，不管我们怎么求他，他都不会原谅我们。我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耀鹏身上，他跟协会还要婚约，我们还需要借助吴家的势力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孙家才会更上一层楼。我这也是为了我们孙家的未来的考虑啊。所以你们要放弃陈阳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放弃陈阳，是陈阳他放弃了我们。我不管陈阳回不回来，我绝对不允许这个白眼狼出现在我的家里。这件事情我和你妈已经决定了，由不得你反对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陈阳不愿意回来了。你们2个人太让人失望了。反了你了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如果你们非要留下孙耀鹏，那我走。你敢威胁我？滚！现在马上给我滚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个逆女啊，学什么不好，居然学孙晨阳忤逆我！爸，姐姐只是一时没想通，等她想通了，一定会回来给您道歉的。耀鹏说的对，佩珊和陈阳不一样，佩珊她是我们从小一手带大的。耀鹏，我准备把公司的业务交给你来打理，好好干。这是给你的一次机会，如果干得好，我就把你的股份再还给你。爸，我怕我应付不过来。怕什么？你跟雅慧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后公司迟早是你们的。不过现在你要尽快的熟悉公司的业务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等拿到孙家家产，到时候就让你们2个滚蛋。总裁，现在有时间吗？我要跟您汇报一下工作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陈阳哥，我们手上呢现在有13个项目，其中9个盈利率呢超过了30%，那剩下的4个呢，其中2个没什么起色，还有2个呢它是处在亏本状态。就想问一下你，看这2个亏本的项目需不需要砍掉呢？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，那2个亏本的项目我看了，
他们正处在起步阶段，盈利的潜力巨大，不能砍掉。至于那2个没有起色的项目，我看不到盈利空间，可以砍掉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处理。对了，陈阳哥，我要给你一份大礼。哦，对了，陈阳哥，我要给你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在1周之前呢，孙氏集团的人找我们进行注资。那在这1周之内呢，我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。这一调查呢，让我发现了很多问题。孙氏集团欠了30多亿的债务，有人还进行财务亏空，进行了财务造假。以我对孙佩珊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让公司出现这种问题。陈阳哥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孙氏集团在半年之前呢，就已经交给了孙耀鹏。这一切都是孙耀鹏干的。没错，这下呢，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。陈阳哥，他之前那么对你，你觉得这份大礼怎么样？干得不错，马上加鸡腿。哎，对了，陈阳哥，那孙氏集团那边我怎么回复呢？你先答应他们，就说我们同意注资，让他们准备好财务资料，3天后我亲自去他们公司签合同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回复。对了，陈阳哥，那个孙耀鹏手上他有一个垃圾项目，为了分摊损失呢，已经把吴家拉下水了。我知道，我会通知吴家。喂，孙行长，啊，我们公司最近需要10个亿周转一下资金，能不能？不好意思，孙总，你们欠其他银行的钱都还不出来，我们是不可能借你的，就这样了。该死的！公司资金现在什么状况？孙总，银行那边欠了30多亿，您投的股市资金已被套牢，所剩无几，公司账户只剩100万不到了。哎，吴家那5个亿资金到账了吗？还没。他妈的，老子这半年怎么这么背？项目没有一个能成功的，股票也全部都暴跌，这么下去，公司得完蛋了呀！孙总，好消息，天阳集团那边已经同意给我们注资，他们让我们准备好投资资料，他们的总裁3天内会亲临我们公司进行签约。太好了！等拿到这笔注资后，我要想办法把钱转移走，然后远走高飞。袁秘书，吩咐下去，一定要让财务部把财务报表做得滴水不漏，不能让天阳集团看出一丁点破绽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雅慧，和孙耀鹏的婚事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等他拿下天阳集团注资，就可以举行婚礼了。天阳集团是不是最近崛起的那个投资巨头呀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天阳集团。天阳集团的投资如果能拿下，孙耀鹏未来可期呀！老爷，有个叫孙长阳的人说就是要见您。孙晨阳，搞啥？我不见他，让他滚！慢着，爸，我们不妨听听看，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。让他进来吧。他进来了。胡说，雅慧，有事快说，我们吴家不欢迎你。胡说，这是孙耀鹏拉你们一起投资的项目，他吹得天花乱坠，但其实就是一个垃圾项目。他之所以拉你们一起投资，是想拉你们填补窟窿。我来是想提醒你们，希望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你知道这个项目的内幕？这是我派人调查的。是你调查的？我看你是想挑拨我们和孙家的关系吧？我说，
我和哲涛是好兄弟，我是不想看你们被孙小鹏骗了，才来提醒叶兰婷要相信我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不相信你的。给我滚！吴叔，闭嘴！少叫我吴叔，滚！陈阳，哲涛，你认得我？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陈阳，哲涛，我知道你记得我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好兄弟。好兄弟。吴叔，不管你相不相信我，请你给我3天时间。3天之后，我会向你证明孙耀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3天之后，我会向你证明孙耀鹏到底是怎样的人。雅慧，他说的给他3天时间证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不像是他。小涛，说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陈阳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陈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探望吴哲涛的。这半年你去哪？我已经不是孙家的人了，我去哪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站住！陈阳，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孙家的血脉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回来，之前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。孙先生，你有什么资格既往不咎？陈阳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气，但你已经是个成年人，抛开咱们之间的恩怨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。你现在可是老板饭，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你比一般人要难100倍。你也愿意回来，我们孙家能够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不用了，孙夫人，我就算饿死，也不会回孙家的。孙晨阳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。既然你不愿意回来，那以后永远都不要回来了。反正我们有耀鹏。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对他抱有期望，否则到时候我哭都来不及。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！我告诉你，耀鹏接手公司半年，就把公司已经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并且得到了天阳集团的注资。他的才能不是你一个劳改犯可以比的。那就拭目以待。耀鹏，以后你就是我孙家唯一的儿子。爸妈，没必要跟一个劳改犯计较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啊！哈哈，郑明呀，来，坐。这次你过来有啥事儿啊？老吴啊，这次来呢，有一件好事情要和你分享。吴叔，今天我们来主要是有2件事情。这第一件呢，3天之后，天阳集团的总裁会亲自来我们公司签订注资合同。我们今天来是想邀请你们一起出席，一起鉴定这历史性的一幕。好，耀鹏啊，干得不错。天阳集团的投资可不是一般公司能拿下的呀。哎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主要还是我们孙氏集团潜力巨大，才会被天阳集团看上的。这一切都是我爸妈的功劳。这孩子他就是谦虚。哎，就是。那第2件呢？第2件事是城西广场的那个项目，我们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就差吴叔您那5个亿的资金到账。
我正在调集资金，3天之后打给你。哎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大小姐，孙总没碰见你。孙小鹏，这份财报是怎么回事？姐，现在的公司由我接手，有些事儿呢，你还是不要多嘴了。孙小鹏，你财报造假骗取注资，这样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一旦被发现，我们孙氏集团就完了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知道啊？我不能再放任你不管了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报警？那你报，被抓的可是爸妈呀！哎，公司的很多文件签的可都是他们的名字。孙小鹏，你……哎，姐，你要想去找爸妈告状的话呢，我劝你还是省省的。你猜爸妈会不会相信你呀？既然如此，我辞职，以后孙氏集团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。你的辞职，我接受。孙总，太阳集团的人马上到了。好，跟我去电梯口迎接。爸，妈，天阳集团总裁就要到了，这老吴怎么还没来？打电话问一下。喂，老吴，你在哪儿呢？天阳集团董事长马上就要到了。郑民已经出发了，一会儿就到。哎呀，快点啊，就等你了。啊，好啊！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前面有个孩子过去了，赶紧绕过去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好的。小涛，你怎么了？孙小鹏，你别开那么快啊！没事，我经常同表爸车，从来没出过。小雨，先生，哎，哥，你没事吧？要不送你到医院看看？我没事，我有医院。她不是孤儿院那个女孩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苏总，总裁怎么没来啊？总裁很忙，他让我先来核对你们财务资料，确定没问题，他再过来签字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总裁日理万机，不能耽误他的时间。哎，苏总，里面请，我们的材料都准备好了。苏总，哎，老吴，你来了。哎，这他腿好了。哲涛在海外经过半年的治疗，双腿已经能下地了。哦，好，来，过来坐，过来坐。他们正在核对财务资料，等核对完了，他们公司总裁就过来签字。好。总裁，资料核对好了，可以过来。我已经出了电梯，马上就到。我们在大会议室里，别走错了。这声音好像哪里听过。孙晨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知道了天阳集团总裁要来公司签合同，所以你故意来捣乱的。孙晨阳，
你的心思怎么这么阴毒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人把你撵出去。各位，这位是我们天阳集团的总裁孙晨阳先生，请注意你们的态度。什么？他是天阳集团公司总裁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劳改犯，怎么可能是天阳集团的总裁啊？对呀，他刚刚才出狱半年，这我们都可以作证啊。我们天阳集团正是半年之前成立的。哎呀，陈阳，你不告诉我们，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啊，对吧？哎呀，陈阳呀，你小子可以啊！这才半年的时间，你就当上了天阳集团总裁了。哎呀，不愧是我孙振民的儿子啊！那我们是一家人啊，这就不用谈什么投资不投资了。那你把天阳集团呢并入孙氏集团啊，你来做副总裁，以后好好的辅佐耀鹏，你们一起把我们孙氏集团做大做强。对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一定会让咱们孙氏集团更上一层楼。孙先生，孙夫人，你们醒醒吧！我早就跟你们孙家断绝关系了。我来不是投资孙氏集团的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来是要把他送进监狱的。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的宝贝养子早就把你们公司糟蹋得一塌糊涂，还欠了30亿的外债，而且他还财务造假、亏空公款，想要骗取我的投资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把他送进监狱的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耀鹏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对，少在污蔑耀鹏。财务资料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有没有造假，我们一查便知。爸妈，他们说的是真的。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们，孙耀鹏把咱们公司搞得一塌糊涂，可你们就是不相信我。骗我啊！你们怎么还要？先要骗我们的投资，现在后悔晚了。耀鹏，你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？爸，你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。是不是胡说八道？查查公司的账户余额不就知道了？财务主管，财务主管，董事长，您找我。打开公司账户，我要看一下余额。我才是董事长。是，我马上打开。什么？公司余额还不到100万了？孙耀鹏，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居然搞成了这个样子！孙耀鹏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我早就说过我没能力的，是你们非要让我掌管公司的呀！我现在宣布，撤销孙耀鹏孙氏集团总裁，你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。你撤销我的职位也没有用了，你公司欠的账，财务上出的问题，这些文件的签字签的可都是你们2位的名字。你这个畜生！你们2个老东西自己蠢，怎么能怪我呢？孙耀鹏，这么说，城西那5个亿的项目是假的？孙耀鹏，你他妈太不是东西了！哎，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那老子就不陪你们玩了。这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吧，我先走了。孙耀鹏，我们的账还没算清楚呢，你不能走。孙晨阳，你该不会还要跟我提车祸顶罪的事吧？啊，我劝你还是省省，
你有证据吗？孙夫人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不打算站出来说出事实吗？你以为我跟他关系闹掰了，他就能说出真相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他只要说出了真相，他自己就得进监狱。孙夫人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孙小鹏，你这个畜生，当初我就不应该原谅你。现在后悔，晚了。各位，拜拜了。孙耀鹏，你高兴太早了吧？哲涛，你恢复记忆了？没错，我恢复记忆。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当初无照驾驶的人不是陈阳，而是你，孙耀鹏。不，你胡说八道！孙耀鹏，人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警察同志，这个人因为无照驾驶导致别人残废失忆，还嫁祸到我身上，而且他财务造假，想要骗取我的投资，请你们将他带走，绳之以法。孙耀鹏，你涉嫌无证驾驶、作伪证以及诈骗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不是我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呀！杨慧，你是我未婚妻，你帮我说句话好不好？不要让人大哥说出来，我求你了，杨慧。孙耀鹏，我们被你骗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有脸让我们帮你！妈，姐。陈阳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希望你原谅我。陈阳，之前我差点把你腿打断，酿成大祸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吴叔，雅慧，你们也是被人误导了，我不怪你们。好兄弟，好兄弟。陈阳，孙耀鹏这个混蛋已经落网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啊！是啊，陈阳，之前都是因为孙耀鹏那个白眼狼，你才不肯回来的。现在他已经被抓了，你该回来了吧？是啊，陈阳，回家吧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什么时候说原谅你们了？陈阳，我们是一家人呢。现在公司有难，你要是不帮我们，那我们就完了。这是你们相信孙耀鹏造成的恶果，我凭什么帮你们？陈阳，你都能原谅吴家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之亲啊！吴家受人蒙蔽，并没有对我造成实质伤害，而你们虽然是我的血亲，孙耀鹏对我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你们的自私和偏心。你们早就将我的付出和期待挥霍一空了。我跟你们已经没有半点情分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回孙家了。陈阳，我们不用再说了。从今往后，一别两宽，后会无期。